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丈夫意外去世当天，大伯哥贪图他的遗产，说要和我结婚，我不同意。他竟然在丈夫出殡当天造我的黄谣。陆瑶早就和我睡在了一起，我以后就是她的丈夫了。我们俩结婚的时候，还希望各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我气得浑身哆嗦，当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丈夫林岩意外去世1个星期后，终于在老家亲戚的帮助下入土为安。大伯哥林图在葬礼上一动不动，却在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拿着一个喇叭站在墓碑旁边。我弟弟命苦啊，年纪轻轻就去世了，留下弟妹和他女儿2个人孤苦无依。不过我已经和陆瑶商量好了，过几天我们就去领证，我会替林岩照顾好他们母女俩。林图的话清晰地传到每个人的耳中，现场顿时鸦雀无声。前来吊唁的亲友面面相觑，我只觉得头皮发麻。林岩去世当天，林图就说要娶我，不过被我拒绝了。我和丈夫感情一向很好，怎么也不可能做出在他刚走就改嫁别人的事，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他亲哥。林图当时没再坚持，我以为他就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在这等着我呢。我咬着牙上前抢过了林图手中的话筒，我的声音有些沙哑：各位亲朋好友，实在对不住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我大伯哥太难受了，精神错乱，竟在这里说胡话。说完，我给婆婆使了个眼色，让她赶紧带着林图回去。婆婆就当没有看见一样，站在原地没动。我气得咬牙切齿，她平时就偏心林图，现在还由着林图胡说八道。林图趁我不注意，又从我手中抢走了喇叭。我没说胡话，陆瑶早就和我睡在了一起，我以后就是她的丈夫了。我们俩结婚的时候，还希望各位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向我看过来，有惊诧，有不耻，还有鄙夷。我愣在原地，难堪至极。没想到林图竟然敢在他亲弟弟的葬礼上向我泼脏水，我气得浑身哆嗦，一巴掌打在了林图的脸上。林图涨红了脸，挥着拳头要来打我，却被亲友拦在原地。我指着他的鼻子骂他：你这个畜生，你弟弟尸骨未寒，你就对我做出这种事，你就不怕他从下面爬出来报复你吗？没等林图开口，我就伸手掏出了手机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是你报的警？警局里，我、林图和婆婆3个人穿着白服做笔录，怎么看怎么滑稽。我神色凝重：是我怀疑我被他迷奸了。他说我们已经睡在一起了，可是我完全没有印象，所以我怀疑我应该是被他用不正当的手段进行了侵犯。婆婆立马跳脚：怎么可能？我儿子可是老实人，10里8乡的，谁不知道他最听话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哟？我有人证，今天来吊唁的亲友都能作证，是林图自己说的。谁知道是不是你勾引的我儿子？当初你和林岩结婚，我就不同意。林图本来缩在一旁，跟个鹌鹑一样，听到婆婆的话，顿时挺起了腰杆。警官，就是这件女人勾引的我。我弟刚没，他就急着找接盘侠。他说他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，求我帮他。我被婆婆和林图的无耻震惊到了。林图已经40岁了，我今年才28。3年前他家暴，和大嫂离婚，这事闹得沸沸扬扬。他现在没有工作，和婆婆一起住在老家，花的都是婆婆的存款。我就算是疯了，也不会看上林图。我忍着怒气，
把这些事仔仔细细地讲了出来。李警官是个中年女性，当初大嫂被家暴的事情就是她调节的。李警官上下打量了林图几眼，一脸嫌弃地说道：“行了，你来过这里好几次，也不用在我面前演戏。”婆婆还想反驳，又被李警官瞪了一眼：“你也是女性，怎么就这么容不下自己的儿媳呢？当初李红英在你手底下受了多大委屈，这个也得被你们娘俩糟蹋了才肯罢休。李红英就是我以前的大嫂。”李警官的话掷地有声，婆婆和林图脸色煞白，不敢开口了。最终因为没有实质证据，林图被因为造谣行为拘留了5日，罚款500元。我舒了一口气，没清气爽地走出了警局大门。婆婆跟在我身后，恶狠狠地对我说：“你等着，等小图出来，我们不会放过你的。”林图被拘在派出所，我过了几天安生日子。1周后，我在本该空荡的房子里看见了婆婆和林图的身影。林图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着烟，婆婆在旁边嗑着瓜子，看着满屋的烟雾和地上瓜子皮，我怒不可及。谁允许你们随随便便就进我家的？你们这属于私闯民宅，现在立刻给我出去！婆婆举起手中的钥匙，这房产证上写的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名字。林岩死了，我这个当妈的自然有权利继承他的房子。他以前在我家住过2天，竟然还配了钥匙。林图在一旁帮腔，还有林岩的遗产，他的赔偿金都有我们一份，我的头都要气炸了。林岩当时工作，公司的机器出现了故障，意外去世，公司赔了100万。拿到钱以后，我就平分了3份，我1份，女儿圆圆1份，剩下的给了婆婆。房子也按市值估价折现给了婆婆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该给你们的我都给了，当初可是有律师见证的。林图不耐烦地摆手：“还有我的呢？你只给了妈，可没给我。法律规定上，你没有财产继承的权利。”我面无表情：“老子是他大哥，就有这权利，不想给钱也行。那你就和我结婚，再给我生个大胖小子。”我忍无可忍，拿起门后的扫帚打了过去。婆婆赶忙护住林图，冲过来要扯我的头发，我反手掐住她的脖子，甩了她一个巴掌：“以前林岩在，你就偏心，他死了，你还跟着作妖，我都怀疑林岩是不是你亲生的。”我和林岩是大学同学，他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1毛钱恨不得掰成2瓣花。周末出去做兼职，我一度以为他是贫困户，还劝他申请贫困补助金。后来跟林岩回去见家长，婆婆对我们俩横挑鼻子竖挑眼。结婚的时候，婆婆没有掏1分钱，房子是我和林岩结婚之后一起买的。他们现在竟然想霸占我的房子，我加大了手上的力度。婆婆翻起白眼，林图骂骂咧咧地冲了过来，一脚踹在我的小腿上，我吃痛，松开双手，跌坐在地上。林图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：“贱人，有你说不的资格吗？有我在，你别想拿走我们老林家的1分1毫。”我气得发笑，跟林图这种人说再多也没用，他的脑回路正常人实在难以理解。我掏出手机，打通了小区的保安电话。在2个大汉的注视下，林图和婆婆任由我推搡着出了门。我提起他们的行李，扔下了楼梯：“滚！以后别来恶心我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和你们林家没有任何关系。”林图和婆婆离开以后，我立马联系换锁师傅，给房子换了个门锁。婆婆和林图进不去我家，竟然闹到了我爸妈家里。瑶瑶，你
你婆婆非要带走圆圆，你快回来！自从林岩出事以来，烦心事一件接着一件，我怕女儿受到伤害，就把她送到了我妈家里。收到妈妈的信息之后，我焦急万分，立马请假离开了公司。我父母是老师，一辈子没跟人起过争执，婆婆和林图都是泼皮无赖，我父母对上他们根本无从下手。我到家的时候，父母愁容满面，圆圆正躲在我妈怀里哭泣，我顿时火冒三丈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去我那闹还不够，还要来我爸妈这里闹。圆圆扑到我怀里，妈妈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我把圆圆抱了起来，擦掉她脸上的泪花。有妈妈在，谁也带不走圆圆。林图翘着二郎腿，没个正形。我嫌弃的别过脸。婆婆开口，圆圆是我们林家的孩子，必须跟我们回去。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没办法把我困在林家，就打上了圆圆的主意，对吗？林岩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，竟然遇到你们这样的亲人。我在心里为林岩不值。婆婆冲上来要抢圆圆，我抱住圆圆不肯撒手。林图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，朝我们这边冲了过来。爸爸去拦，却被林图推倒到了地上。我妈一口气提不上来，昏倒在了地上。我满目通红，跑到厨房拿出一把菜刀，胡乱地朝林图的婆婆的方向砍来砍去。我跟你们拼了！你们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们好过。我披头散发，跟个疯子一样。婆婆和林图被我癫狂的样子吓住，转身跑了出去。我拨打了120，再也忍不住，蹲在地上哭了出来。我第一次和林岩回家的时候，婆婆连饭菜都没准备，我委屈不已。林岩拉着我的手，安慰我说，他妈一向不喜欢他，不是针对我，又跟我保证，结婚以后会搬出去住，不让我受委屈。父母不同意我们的婚事，但我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林岩。没想到在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，他意外去世了。我心里又无奈又难过。以婆婆和林图的脾性，这事绝不可能就这么结束。3天后，婆婆带着林图果然又堵在了我家门口。我满脸嫌恶，你们又来做什么？婆婆假装亲热，过来挽住我的胳膊。路遥啊，我和小图知道错了，今天是特地来向你赔罪的。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你就别生气了。我不咸不淡地抽出自己的胳膊。婆婆讪讪一笑，你一个人住着多不安全啊，还是我和小图搬过来和你一起住吧，也能有个照应。我冷笑一声，不用你们担心，我受不起。婆婆给林图使了一个眼色，林图语气有些卑微，以前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我知道错了。今天太晚了，我和妈回去不太方便，今天能不能在这住一晚？你放心，我和妈以后再也不来找你了。我狐疑地看了林图一眼，不明白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。你们如果真的知道错了，就应该去医院看看我妈，而不是在我这里跟我磨磨蹭蹭的。是，明天一早，我和妈就去医院。林图笑得谄媚，话说到这份上，我也不好拒绝，只希望他们是真的有所改变。我不情不愿地掏出钥匙，进来吧。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，并不安稳，睁开眼睛就看到林图站在我的床边，色眯眯地看着我。婆婆正堵在门口。啊！我惊得叫出声来。林图手疾眼快地捂住了我的嘴巴。老子今天晚上就睡了你，我看你以后还怎么装贞洁烈女。对，和我儿子睡过了，你不和我儿子结婚，我看以后还有谁要你。婆婆拍手附和，我拼命挣扎。林图一巴掌抽在了我的脸上，贱货，给我老老实实的，
不然我今天晚上弄死你！”我被这一巴掌扇得脑袋发懵，耳边嗡嗡作响，鼻血呼了一脸。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林岩已经扯掉了我的上衣。我又气又恼，找准机会朝林图的命根子踢了一脚。林图弯着腰捂着下面倒了下去，趴在地上直叫唤。趁着林图叫疼的功夫，我从床上跳下来，推开婆婆跑了出去，直到嗓子里传来血腥味，我才停下。我后知后觉地感到害怕，此刻身子抖个不停。从我旁边经过的路人察觉到我的状态不对，好心地帮我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调查取证阶段，林图被取保候审，依旧在外面逍遥。我受到惊吓，连续几天睡不着觉，索性从公司请假，搬到了父母家里。小区的物业把我和父母喊下了楼，我心里一沉。小区的大门被围观的人群堵得水泄不通，婆婆和林图正跪在小区门口，手里还拿着手机开着直播。老家一些长辈跟着他们躺在地上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。物业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没办法啊，这些长辈个个头发花白，站都站不稳，稍微一碰就得缺胳膊少腿，谁敢去拉他们？婆婆哭得声泪俱下。我儿子刚去世，儿媳妇就把我从房子里赶了出来。我大儿子好心想要帮助他，他却要勾引我大儿子。我大儿子一向老实，做不出对不起亲弟弟的事，他被拒绝，恼羞成怒，竟然报警，说我儿子对他图谋不轨。这世界还有王法吗？我不如一头撞死在这里算了。婆婆做事要去撞墙，被林图拦在原地。我的乖孙女也被他控制住，不允许我们见面。我的命好苦啊！周围的人议论纷纷，我如坠冰窖。在物业的提醒下，我打开了手机，直播已经火了。不明真相的网友人肉出我的身份信息，这女的看面相就不像什么好东西，说不准她老公的死也有什么猫腻。楼上说的对，连自己的大伯哥都能勾引，可能早就在外面有人了，被她老公发现，细思极恐。她父母还是老师呢，养出这么道德沦丧的玩意儿，两口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记住，这家公司什么人都能招来做员工，坚决抵制。也有少数人保持理智。这女生年轻又漂亮，勾引她老公的哥哥图什么啊？不过很快就被攻陷。你不会和这种女的是同一种人吧？她这种人我见得多了，仗着自己长得还行，就到处勾引男人，显示自己的魅力，不允许女儿见奶奶，有可能女儿就不是她老公的孩子。我身体发冷，直勾勾地倒在了地上。晕倒之前，看见父母惊慌失措地向我跑过来。再醒来的时候，父母抹着眼泪坐在我床边。我强撑着从床上坐起来，是不是还出什么事了？爸妈，你们别都憋在心里，妈妈别过脸，不想让我看到他脸上的泪痕。学校说，暂时将你爸和我停职一阵子，等网上的热度降下来再去上班。你主管刚刚打电话来说你被辞退了。我捂住眼睛沉默，都怪我，如果不是我太蠢，相信了他们的谎话，也不会发生这种事。心里最后一丝情分也被耗没了，我不会再心软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打定主意后，我立马联系了大嫂。我坐在大嫂的面前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大嫂，真是麻烦你了，今天约你出来，是想问问您还有没有当时的伤情检测报告。林图和大嫂离婚时闹得很难看，林图家暴，大嫂去了医院做了伤情检测。大嫂眼中闪过一丝愤怒，我一直都保存着。
我最近在网上看了一些关于那天的直播视频，林图这个畜生竟然颠倒黑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我真诚地道了谢。大嫂目光坚定地看向我，你可不能心软。我当时就是因为心软，才被他打了一遍又一遍。放心吧，大嫂，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在舆情最激烈的时候，我选择了反击。无数网友涌进了我的直播间，这不就是那个丧尽天良的女人，还敢在网上露头，还没有被骂够，想借着热搜火一把呗。这种人就是这样。看着弹幕，我抿了抿嘴唇，缓缓开口：今天开直播不是想出名，只是想澄清一些事情。我没有勾引过我丈夫的哥哥，一切都是他在造谣。我甩出手里的报警回执单和林图的处罚记录。大嫂紧接着开口：我是林图的前妻，我可以替陆瑶作证。大嫂打开伤情检测报告，说明了他们离婚的原因。我顺势拿出了当时和婆婆分割财产的录像。网友的枪口立马对准了婆婆和林图，原来一切都是那两人的自导自演啊！亏我心疼了他们那么久，为了钱罢了。母子俩的心一样黑，家暴男去死，恶婆婆也去死。林图和婆婆的形象跌落谷底，去超市买菜都会被人指指点点，他们不敢出门，整日躲在家里，这远远不够。他们敢去我家里闹事，不就是仗着我是独生女，父母好说话吗？但我妈有4个哥哥，我有7个表哥，我外公家可是人丁兴盛。林图和婆婆敢带着人来我们小区闹，我就要还回去。我带着7大姑8大姨，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婆婆家，每个人都在背后藏了一根棍子。几个头发花白的爷爷奶奶直接躺倒了婆婆家门口，原本想来说和2句的邻居都被挡在了门外，谁也不敢向前。我大喊一声：给我砸！几位舅妈直接上前按住了婆婆，顺带狠狠地拧她胳膊和肚子上的软肉。拧人的同时，大舅妈嘴上还不忘骂人：好你个老不死的，欺负到我们陆瑶身上来了，今天老娘就给你一个教训。婆婆被掐得直叫唤：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陆瑶，你帮我求求情，快让他们停下吧。我铁了心的要给他们一个教训，怎么可能停手？我把目光从婆婆身上移开，看向林图。林图躲在角落，装作隐形人。看到自己的亲妈被欺负，他不敢上前帮忙，反而撇清关系。陆瑶，这事儿都是妈出的主意，我也是被妈蒙蔽了。你们打了她，就不能打我了。看着林图窝囊的样子，我忍不住皱眉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？不打你，想得美，打的就是你，给我砸！舅舅和表哥拎着棍子进到屋里，开始砸东西。大表哥呸了一声，一脚把林图踹翻在地。我走向林图，照着他的脸左右开弓。林图发出惨叫：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我冷笑一声。舅舅们打砸的速度很快，屋里院里一片狼藉，锅碗瓢盆全都扔在了地上，墙壁上的空调都被扯落在地上，砸了个稀巴烂。看着婆婆和林图鼻青脸肿的样子，我舒了一口气。来之前我就想好了，我们上门打砸是不对，但你们有错在先，我们2家还是亲家。今天这事到了公安局都扯不清，你们就好好受着吧。婆婆怨恨地看着我，无视婆婆和林图吃人的目光。我带着一行人扬长而去。林图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，又一次找来了家里，还带着一个男孩。看看这是什么？林图趾高气昂地拿出一份亲子鉴定书。我不明所以，
你有私生子来找我拿钱，别装傻，好好看看上面是谁的名字。亲子鉴定书上赫然写着林岩的名字，你说是就是，这手段未免也太拙劣了，不过是想骗钱的把戏罢了。我就不信你看不出来这孩子长得像谁吗？林图把小男孩推到我的面前，小男孩的长相和林岩有7、8分相似，从他一进门我便注意到了，我依旧不敢相信。我和林岩感情很好，我不相信他会背着我在外面有孩子。我抿了抿嘴唇，说不定这就是你的私生子，侄子像叔叔也是很正常的事，别装傻。林岩的遗产也有这小子的一份，我劝你赶紧乖乖拿出来，不然我告到法院。我怒极反笑，林岩骨头都烧成灰了，你在外面给他造出一个私生子，你说他泉下有知，会不会去你梦里找你？林图摸了摸胳膊，你别拿林岩吓唬我，这钱你不拿也得拿。法盲，你私自做的亲子鉴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。我面露嘲讽，林图似乎是没有料到这一层，愣在当场。我不耐烦地掏出手机，你再不走，我就喊我表哥来了。林图脸色一变，自己跑了出去。男孩脸色煞白，畏畏缩缩地看着我。我放柔了声音，出去吧。男孩看了我一眼，飞快地离开。妈妈看了一眼我的表情，过来安慰我，林岩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清楚，他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的，8成就是林图在搞鬼。我无奈地笑了笑，放心吧妈，我没事，只是林图像个狗皮膏药似的黏着我，我有点累。妈妈看我这样，也没再劝我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暗暗思忖，林岩不会背叛我，这一点我有把握。可这孩子为什么会和他长得那么像呢？我脑中闪过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或许林岩根本就不是婆婆的孩子。林岩和我一样，都是28岁，和林图差了12岁。公公在林岩出生后2个月去世，被病痛折磨了10余年，整个人骨瘦形消。婆婆一个人挣钱养家，还有多余的精力再生一个孩子吗？我的脑子都要炸掉了。这时李警官那边传来消息，证据不足，无法给林图定罪。我咂了咂嘴，有些后悔没有在家里安装摄像头。李警官又发来一条消息，林图这种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你出门要小心一点，我这边也会寻找证据的。我想了想，谨慎地回复李警官，我想请您帮我查一下我老公是不是我婆婆的亲生儿子。好。1周后，李警官发来信息，林岩居然是被婆婆偷来的。公公病重，林图上小学，生活的重担全压在婆婆王秀兰身上。王秀兰为了搞钱，竟然拐卖人口。她将林岩从医院偷出来以后，正巧遇到严抓拐卖人口，她无法，只好将林岩养在了自己身边，假装自己的孩子。至于那个男孩，是林岩堂兄的孩子，被林图骗来，伪造了假的亲子鉴定，是王秀兰的主意。我在心里冷笑一声，王秀兰真是胆大啊。很快王秀兰的判决下来，她被送进了监狱里，吃上了国家饭。我去探监，王秀兰眼神里全是阴毒，你这个贱货，若不是你，我做的事根本不会被发现。我表情淡然，是你自己做错了事，违反了法律，与我无关。我以前常常在想，林岩这么优秀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是你的孩子？你又怎么舍得那么对待他？原来他是你偷来的。林岩至死都不知道这个秘密，他以前总是因为得不到母亲的肯定而难过。王秀兰一个人破坏了多少的家庭，多少父母因为孩子被拐而
郁结于心，带着痛苦离开这个世界。我看着王秀兰的嘴脸，说出的话字字扎心。你说，没了你这个称职的母亲，林图能把日子过成什么样子？我轻轻地放下座机，笑着看王秀兰在里面发疯。自从林岩去世以来，我难得的睡了一个安稳觉。1周后，我出门面试，林图在楼下拦住了我。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给我等着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。我微微一笑，7天，其实是我给林图的准备时间。他应该想出办法对我下手了。我不能让林图成为一个隐藏的炸弹，我必须引他主动上钩。那咱们就走着瞧，看你到时候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林图咬牙切齿，说完转身离去了。面试异常的顺利，爸爸说要开车来接我。我看了一眼楼下的出租车，算了，我打个出租车也方便。你来接我还得等你。回来的路上，有辆车一直跟在我们身后，我意识到不对劲，悄悄给李警官发送了短信。下一秒，后面的车子朝我们撞了过来。昏迷前，我心想，这次林图应该要进去陪他老妈了。我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只是轻微的擦伤和脑震荡。出租车司机的车技不错，在林图撞上来的那一刻，做出了最佳应对方案。我出院的时候，正好是林图庭审的那一天。我坐在原告席上，朝林图做了个口型。你输了。林图挣扎着要过来打我，被后面的警官压了下去。案子结了以后，我收到了新的入职邀请，有了新的工作，学校恢复了父母的任课资格。不过他们也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了，索性不再返校，在家帮我带孩子。我带着圆圆去祭拜林岩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为你报仇了。你说你难过那么多年，人家竟然不是你亲妈。我苦笑了一下，圆圆很乖，我以后会照顾好她的。圆圆睁着黑溜溜的大眼睛，指着墓碑上林岩的照片喊爸爸。妈妈，爸爸在这。奶奶和大伯以后还会欺负我们吗？我拍了拍圆圆的脑袋，不会了，没有人能欺负我们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